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温妮。今天我们把吐司换一种吃法，而且10分钟就能搞定早餐，就是这一款非常好吃的盐烧乳酪分享给大家。先来做吐司，250克高筋面粉，75克的冰牛奶。我的牛奶已经冻到周围有一圈冰渣，这样能够更好的控制面温。面的温度太高会让酵母提前发酵，影响出模。60克冰的淡奶油，30克白砂糖，打一个鸡蛋，鸡蛋也是从冰箱里拿出来凉的。我们把揉面的头以及这个除湿机的桶一起拿到冰箱冷冻10分钟，然后再准备3克盐，3克酵母，酵母要使用耐高糖酵母，15克软化黄油，手指轻轻一按会留一个坑，这样就是软化好的黄油。接下来我们开始揉面，成功的吐司配方只是辅助，揉面的这个环节才是最核心的部分。先低速2分钟，让材料充分混合均匀，初步揉成一个面团。成团以后转高速，高速揉6分钟左右，面团会变得光滑。这时候我们可以停下检查一下面团，手上沾一点水或者涂一点黄油就不粘了。把面拉薄，首先它不容易断，其次你能看到一个稍微薄一点的膜，破洞边缘有锯齿，不规则，而且能看到面的筋络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加酵母、盐和黄油了。每次添加新材料的时候，一定先要低速混合均匀。吐司对面的要求非常高，这个时候加入酵母也是防止面团过早发酵。大致混合均匀后，转高速揉面大约6分钟左右。我这里给出的揉面时间只是一个大概，最终还是要看面团的状态。这时候的面团你会感觉比刚刚细腻了很多。我们揪一块检查一下状态，能很轻松地拉出一个薄薄的膜，而且透过它能看到自己的手。破洞边缘没有锯齿，是很光滑的。再拿近一点看一下，你能感觉这个面团的延展性也是非常好的。拉开它的时候不费劲，这样好的延展性呢，是吐司能够长高个的关键。这样的面团就是一个合格的吐司面团。我们现在放到盆里，盖好盖子，发酵至2倍大。怎样判断面团发酵好了呢？中间戳一个洞，洞口边缘不回缩不塌陷。发酵好的面团拿出来，撒一点面粉防粘，用手掌轻拍排气。我一般习惯把面团分成3份，当然你也可以分成2份。分好以后，3个角向下折叠，光滑的一面始终冲上。揉圆后，表面盖保鲜膜防干，放到一旁松弛20分钟。第一次整形后的松弛是非常必要的，它能让吐司有更好的爆发力。松弛好的面团，我们用擀面杖先擀成一个长方形。翻过来，让光滑的一面冲下，拽一拽4个角，让它形成一个规则的长方形。随后上下向中间折叠，再压一压，然后把它擀成长条。
从上向下卷起来，卷到最下面，把底部拉薄，这样它能更好的贴合。全部卷好以后，排到吐司盒里。盖上盖子，不要盖紧，留1个手指宽的缝隙。拿到烤箱里去发酵。一般烤箱发酵的温度在30到35度之间，别忘了放1碗热水，保持湿度。最终要发酵到8分满。这3个面团有可能不一样高，但是最高的那个面团要达到盒子的80%。方形的吐司8分满就已经可以了。我们盖好盖子，拿出来预热烤箱。烤箱上火150度，下火200度预热。烤箱预热好，把吐司放在烤箱的最下层。我用的是最普通的吐司模具，烤28分钟即可。时间到，第一时间拿出来，把盖子打开。侧躺下，把吐司晃出来，放在晾网上晾凉。晾凉以后切片。看一下吐司里面的组织，它是非常细腻的，而且还很有光泽。掰开看一下，撕的时候感觉到它很筋道，里面也是一层一层的。你看我在撕每一层的时候都是薄薄的，这样就说明我们在揉面的时候，面是揉得非常到位的。再来做一个乳酪酱，2片芝士，15克黄油，30克淡奶油，15克白砂糖。把这4种材料全部倒在锅里，最后加一点盐，中和一下甜味儿。开中小火加热搅拌，最后搅拌到芝士全部融化，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我们把它放到面包上，然后抹平。然后送入烤箱。这一次放到烤箱的中层，但是我们只需要上火的温度，上火为200度，下火为0，时间为10分钟。慢慢的，乳酪酱就开始鼓包，鼓出来一个个泡泡。10分钟到，立刻从烤箱拿出来，微微晾凉，表面的乳酪酱会出现一些光泽。这款盐烧乳酪就做好了，非常快手。切开一个看一下里面。浓郁的乳酪酱附着在软软的吐司上面，这一款吐司的吃法当早餐简直不要太完美。咬上一口，吐司非常有嚼劲儿。上面的乳酪酱还有一些焦糖的味道。今天的这期视频包含了吐司的制作要点以及盐烧乳酪的制作方法，有时间在家里就试一试，相信你也能做出这样的美味。这一期就到这里了，我是温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